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这个话题，我保证你们一定耳熟能详，甚至你们家隔壁 auntie 可能就是当年最八卦的传播者。我们要聊的不是什么新科技，也不是什么 K-pop， 而是20-30年前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最火热、最敏感、最劲爆的八卦。中国女人难来找吃找老公。听到这里，有些人眼睛马上亮了，有些人忍不住笑了，还有些人偷偷心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话题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不谈。咖啡店里 Kopitiam 的桌子、报纸的副刊，甚至卡拉 OK 的小房间，全都充满了关于中国妹的是是非非。那今天我们就用一场8000字的脱口秀，把那一段历史掰开揉碎，笑一笑，叹一叹，也想一想，想象一下90年代的槟城某个八叉卖菜的 auntie 手里拿着青菜，嘴里却在讲八卦。你听说没有？阿荣昨天领了一个中国妹回来，年轻脸，比她小20年哦。旁边的 uncle 喝着 coffee 摇摇头说：“哎呦，赚到了，娶一个年轻的老婆还会煮饭。”结果另一边的阿嫂立刻反驳：“赚到，你看啦，迟早被拿钱跑掉。”是不是很有画面？这就是当年的氛围，大家对中国女人有羡慕，有怀疑，有看热闹，更有一堆说不完的传闻。20-30年前，中国还没崛起。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是什么？高楼林立，高铁飞驰，游客来马来西亚一掷千金。可在90年代，中国在马来西亚华人眼里就是穷，就是乱，就是人多势众。有些长辈常说中国是我们祖宗的国，可是嘴里这么讲，心里却带点优越感。因为在马来西亚，哪怕只是普通打工仔，一个月工资折算成人民币也比中国工人赚得多。那个时候电视新闻里出现的中国画面，常常是农民推着木车，或者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穿着蓝布衣。于是马来西亚人就觉得中国人比自己落后，特别是语言方面。你去到咖啡店，听到中国口音的普通话，很多人会偷笑，哎呀，讲得怪怪的。可惜你再怎么笑，血缘的牵连还是在的。很多人家里有祠堂，供着祖先牌位，上面写着福建泉州、广东梅州、海南文昌。这就让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人既亲切又疏远，既认同又嫌弃。原因很直接，经济差距。90年代，中国的农村姑娘如果嫁在老家，可能要跟着男人下田打工，一辈子过得辛苦。可如果嫁到海外，尤其是马来西亚，不仅生活条件好，彩礼也比国内多，很多时候还能帮家里寄钱回去，撑起一整个家庭。于是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女人南下，她们的身份多种多样，有的打着文艺表演的名义在夜总会唱歌跳舞，有的通过朋友介绍直接来相亲，也有的以打工为由，结果慢慢和本地男人搭上线。那时候的马来西亚男人很多都是单身大龄，或是经济条件一般，找不到本地老婆。因为本地女孩普遍要求高一点，要有车有屋，还要男人体面。于是中国女人的到来就成了他们眼中的机会。咖啡店里的八卦足以写一本小说。auntie 们的经典台词是：中国妹来抢老公啦。他们觉得本地女生竞争力下降，男人都被年轻貌美的中国女人吸引，于是心里酸，嘴巴更酸。uncle 们则常常笑眯眯地说，中国妹比较温柔，会煮饭，会孝顺，不像本地女孩这样凶。这句话一出，立刻引来一堆白眼。于是社会舆论就分成了两派，有人赞美中国女人勤劳顾家，有人指责她们现实物质。最夸张的是，有些人甚至说这些女人是来骗签证的。
报纸上时不时有外籍新娘失踪的新闻，更让人津津乐道。你要说真爱有，你要说利益也有，有些跨国婚姻的确是甜蜜的。男人觉得中国老婆温柔体贴，女人觉得马来西亚男人老实可靠，两人努力磨合，最后孩子长大，一家人过得很好。这样的例子不算少，但也有人算得精明。中国女人觉得嫁过来比在老家好，至少生活稳定。男人则想，本地女人嫌我穷，这个中国妹不嫌弃我就娶她。这样的婚姻说是爱情，其实更多是搭伙。更有悲剧，有人被骗来，结果进了夜总会，被迫卖笑。有人以为嫁得好，结果发现男人其实没钱，还要忍受家婆的嫌弃。这样的故事在90年代的报纸副刊时不时会出现，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槟城有个 uncle 50多岁，打工一辈子没结婚，村里人都说他孤家寡人没希望了。结果90年代末，他突然娶了一个20多岁的中国姑娘，村子轰动了，大家说他捡到宝。刚开始没人信是真感情，结果几年后，这姑娘不但给他生了2个孩子，还天天煮饭洗衣，把 uncle 养得白白胖胖。最后大家都说，哎呀，原来这才叫有缘分。新山也有个故事，一个男人娶了中国妹，婚后才发现对方不习惯这里的生活，家婆也天天嫌弃他不会讲福建话。邻居背后说长道短，结果不到2年他就跑回中国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男人被笑到抬不起头。还有女人很拼，嫁来马来西亚后，她开小店卖衣服，生意做得比老公还好。结果夫妻之间因为女强男弱而吵架，最后离婚。这个故事成了当地 IT 们的经典教材。女人太强，男人会怕。不得不说，很多中国女人的出现跟夜生活也分不开。90年代，卡拉 OK 夜总会是最热的娱乐场所，你进去会看到一排来自中国的小姐姐，穿着闪亮的衣服，唱歌、倒酒、陪笑。有些男人喝到半醉，就开始幻想，哎呀，这样的老婆多好。有人真的动了真情，把夜总会的姑娘娶回家。这样的故事在当年可是头条新闻。有人笑说，男人花了钱买浪漫，结果还要养一辈子。转眼20-30年过去了，今天我们再看当年那批中国女人，很多已经变成马来西亚的妈妈家婆，孩子们早就融入了社会，会讲马来文、英文、福建话，完全没有隔阂。而中国早已不同，当年的贫穷印象早没了。今天的中国游客来马来西亚住5星级酒店，买奢侈品一出手就是大手笔，本地人甚至要巴结他们，那种当年的优越感早就烟消云散。回头看那一波跨国婚姻潮，有人笑，有人哭，有人赚，有人亏，有人真的找到幸福，也有人摔得头破血流。可无论怎样，它都是历史的一部分。它告诉我们，人性里既有真感情，也有算计。跨文化的结合，既可能带来美满，也可能带来冲突。当年 auntie 们骂得最凶的中国妹，如今早已是本地家庭的一份子。他们的孩子可能就是你身边的同事朋友。社会就是这样，时间冲淡了是非，留下的是新的常态。所以啊，今天再讲这段故事，不是要重提仇恨，而是要笑一笑，叹一叹，然后说一句，哎呀，那就是我们的时代八卦啦。朋友们，今晚这段关于20-30年前中国女人南来马来西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有人笑，有人叹，有人觉得似曾相识，也有人突然想起自己家族里的秘闻。是非真假时间最清楚。谢谢大家收看是非非脱口秀，
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订阅频道，按赞支持。我们下次再见。